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第239期的亚当球鞋，我是你们的亚当。今天我们一起来聊聊这双来自阿迪达斯的哈登七代。本期视频由您的点赞赞助播出。哈登七代之前比较早期就拿到这个鞋款的一些博主，几乎快要把它吹上天了，说它就是近几年里面阿迪达斯所推出的篮球鞋当中最能打的一个鞋款。不过在我体验完这一个鞋款之后，仔细想一想，好像也确实没有什么毛病。阿迪达斯在近几年都推出过什么性能特别出众的篮球鞋呢？我相信我问出这一个问题之后，大家都找不出一个合适的答案。除了在每一年购物节的时候能够以极大的折扣力度来吸引消费者之外，它在近几年的篮球鞋市场上面几乎不具备什么竞争力。而这双哈登七代从哈登正式上脚到正式发售，中间过了非常长的一段时间。到发售的时候，甚至还来了一波控货的骚操作，导致二级市场上面还要加价才能购买。阿迪达斯的篮球鞋，我是绝对不可能去加价购买的。即使是我入手的时候1200多，我也觉得特别的心疼。你们想想，平时阿迪达斯的篮球鞋如果不打个5折，你会去购买吗？在配置方面，经过果哥的拆解，大家应该都了解了它的配置。前掌的 Light Strike 加上后掌一大块的全新 Jet Boost， 中底也几乎进行了全方位的 TPU 包围，控制住了中底缓震材料的形变。中底内部有着一块延伸至前掌的 TPU 键，鞋面使用了3种不同的材料，后跟处的麂皮、中间部位的工程网布以及鞋头部分的亮面人造革。内靴使用了一个大袜套的设计，鞋身上一共有5对鞋带孔。在重量方面，单只42码，469克，重量真的比较重。这基本上就是它全部的基本配置了。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看它在实战方面的表现究竟如何。我们依旧还是从大底开始说起。哈登七的大底由大面积的圆弧形纹路以及在主要受力点位置处的人字纹纹路组合而成。在抓地力方面的表现十分出色，在干净的场地上面实战，脚底下的每一下都能够踩得很实，不管往哪一个方向进行移动，它都不会出现多余的滑动，并且它在吸灰方面的控制也有着非常出色的表现。大底的纹路空隙控制的比较合理，并且橡胶也并不具备什么粘性，对于灰尘的敏感度并不是特别高。在有灰尘的场地上面实战，并不需要高频率的去用手擦拭鞋底，抓地以及吸灰方面的表现都挺不错的，好评。不过它的大底橡胶在耐磨方面的表现就比较一般了。大底的橡胶虽然在肉眼上看上去好像是使用了2种材质，但实际上这一个黑色区域的这一部分只是在原来的红色橡胶上面涂了一层黑色的漆，材质上是没有变化的。大底的橡胶在硬度计的测试下，硬度在60左右，这就注定了这双鞋只能在室内的木地板上面进行使用。如果后续价格能够到个5折，甚至是更低的价格，那到时候啊，用来打塑胶场地也还算勉强能够接受。不过现在的价格嘛，还是别了。哈登七代的中底配置，很多人一直都以为是全掌的 Jet Boost， 直到有人拆解之后才发现只有后掌有 Boost。不少人对于这个配置是有点失望的，毕竟1399的发售价，这个配置好像确实有点说不过去。但是这一次在这一双鞋身上搭载的这一个前掌 Light Strike， 其实在脚感方面的表现是非常棒的，一上脚就能感觉到它的柔软，并且在穿着一段时间之后，它会非常贴合你的脚型，感觉真的特别棒。并且哈登七在前掌的重心方面控制的也比较不错，场地感表现还算可以，在反应性方面的表现同样没有什么问题，在突破发力的过程中几乎不会有泄力的感觉出现。后掌的 Jet Boost 在缓震方面也十分优秀，软弹适中，即使是单纯用脚后跟着地也几乎感觉不到震脚。而中底的 TPU 很好的衔接了它的前后掌过渡，前后掌的过渡十分流畅，十分丝滑，不管是习惯使用前脚掌跑动还是全掌进行跑动的球员，它都能够适配。而且中底的龙骨落差也控制在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并没有明显的前高后低或者前低后高的感觉。不管你是打全场多还是打半场多，选择它都是 OK 的。而中底的这一块延伸至前掌的 TPU 边，比之前阿迪一直在使用的那一块8字形的 TPU 在硬度方面是明显要软一些的。我觉得这样是非常棒的一个改变，在保证了中底刚性的同时，让球鞋的灵活性也得到了提升。之前阿迪达斯所推出的后卫鞋在
灵活性方面的表现都并不是特别出色。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它中底的刚性或者说是前掌的刚性过强了一些。而在这一双鞋身上，将中底的 TPU 强度降低之后，它前掌的灵活性得到了非常明显的提升。再加上球鞋的中底有着比较明显的一个往前掌内侧的引导，在变向的时候发力会更加的顺畅，也会更加的直接。在这个方面，真的可以说是近几年阿迪达斯的所有篮球鞋都不具备的。不过随着中底刚性的下降，它在滚动感方面会有略微的下降，在跑动的过程中，它的中底并不会有之前几代那种助推感，这一点还是会比较可惜一些。哈登7的鞋楦属于一个正常宽度的鞋楦，对于脚型的适配还是比较广的，除了大宽脚，其他脚型的朋友都可以进行选择，并且袜套式的内靴弹性十足，对于高脚背的朋友也非常友好。鞋头处的这一块亮面的皮质材料跟鞋面是分离的，它只是起到了一个保护脚趾的作用，对于球鞋的包裹可以说毫不卵用。哈登7身上搭载的这一套系带系统，就是 AJ 系列比较早期使用的那一套快速系带系统，非常容易拉紧，并且对于包裹的调节范围也非常广，只要你想拉，把中段内外侧这两片全都拉起来，也完全没有问题。穿上脚系紧鞋带之后，它给我的包裹感受2个字就是舒服。我已经拉得非常紧了，但是不管你怎么去拉，你的双脚都不会有那一种不适的压迫感，包裹的舒适度真的非常顶。柔软的内靴加上柔软的中段鞋面，再加上内靴面对鞋带的这一侧做出了针对性的加厚处理，鞋带系得再紧也完全不会出现勒脚的情况，鞋面的舒适性真的可以说是封顶了。这一双鞋的包裹体验可以算是我近几年里面穿过所有的篮球鞋当中最优秀的一双，没有之一。不过这种异常舒适的包裹体验会给你营造出一种好像鞋带没有拉紧的假象，但是一旦到真正的实战过程中，它的包裹以及动态锁定都没有问题。在变向或者是侧向蹬地的时候，脚在鞋内不会出现任何的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时候也不会出现掉跟或者是顶脚趾的情况。不过这里一定要提醒大家一下，就是一定要把鞋带拉得紧一些，不然还是会出现一点点掉跟的现象，体验感会有所下降。虽然球鞋的鞋面整体略微偏软，但是它在球鞋的外侧做出了非常大面积的 TPU 上翻，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侧向支撑。在做一些大幅度变向动作的时候，它的鞋面依旧可以很好的兜住你的双脚，不过在脚踝处的支撑就略微有一些欠缺了。脚踝四周的鞋面全都是软的，后跟处的港宝放置的位置也比较偏低，对于脚踝的支撑几乎为零。如果你的脚踝力量不够出色，可能这个鞋款并不会特别的适合你，并且它在足弓支撑方面也略微有所欠缺。中底在足弓处并没有做出明显的上翻，虽然它的鞋带孔是延伸至内侧的足弓处的，但是因为它的鞋面整体偏软，并不能很好的支撑住足弓，穿着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感觉到足弓处的疲惫。而中底的这一块延伸至前掌的 TPU 片很好的保证了球鞋的整体刚性以及抗扭性，虽然比不上之前用的那个8字形 TPU， 但是也完全够用，这一点大家可以放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依旧出色，球鞋的大底依旧非常宽大，并且中底的重心高度也比较合适，加上中底材料的全方位包裹，让它在稳定性方面的表现十分出色，穿它打球脚底下非常踏实，非常出色。重量嘛，我之前也已经提到过了，虽然数值上表现确实比较糟糕，但是好在它的鞋脚一体性还算出色，穿在脚上的体感重量也还算可以接受。这一双鞋亚当球鞋主观评级 S 级，这一双鞋确实在各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每一个部分的表现都在水准之上。抛开它的重量不谈，它真的就是一双封顶的篮球鞋吗？我觉得并不是。这一双鞋其实跟 CJ2 一样，它是更多的在去考虑适配，它确实在适配性以及舒适性方面的表现都非常棒，不管谁去穿它，不管谁去选择它，都不会觉得它拉胯。但是它也跟 CJ2 一样，没有任何的倾向性，它更像是一双顶级的团队鞋款，而并不是一双顶级的后卫鞋。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双出色的团队鞋款，那它和 CJ2 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选择这两个鞋款中的任意一个都不会翻车。但是如果你想要的是一双后卫鞋，或者是一双锋线鞋款，比较具有针对性一些的鞋款，那一定还会有更好的选择。确实，它跟 CJ2 一样，都是非常出色的实战好鞋，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差了那么一点点意思。当然，我也知道永远不会有十全十美的篮球鞋，但是我相信他们可以做得更好。那如果你想要购买这一双鞋的话，在尺码选择方面，我平时耐克穿 42.5， 李宁穿42，这一双鞋我选择42码是比较合适的，你可以适当参考一下。
OK，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观看本期的亚当球鞋。亚当球鞋，一切从实战出发。我是亚当。如果你觉得我的视频可以帮助到你，希望你可以关注我，并且顺手给我点一个赞，这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了。好了，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大家有空来做 ，peace。